你可能也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台湾美国贸易大幅回温，外商银行上调了对台湾的经济预测，历史新纪录。最近公代公布公行，我的产品很好，服务很不错，为什么客户就是不上门？为什么我的业绩一直起不来？很多人会以为只是竞争激烈，我们现在大环境的经济不景气，但其实背后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正在发生，那就是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彻底被改变。我们把场景回到10年前的台湾，客户介绍、朋友牵荐、参展、业务拜访，这些都是你的上一辈做生意的方式。但是近几年，你会开始发现一些让人很困惑的事情，有很多你没有听过的小公司竟然订单接不完，有些年轻的创业者，公司连业务都不用请，却能够快速的扩张，搬到更大的办公室。你以为他们只是比较会做广告，或者是疫情以后网络的生意变好？没错，这些都是有关，但事实上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转变正在发生。那些在短时间就超越你的企业，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很多人会以为行销只是行销人的工作，跟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其实行销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辈子都在用的技能，甚至可以说是你人生之中最重要的技能之一。不论你是在创业、做业务、当老板、经营品牌，甚至你去面试，说穿了，你其实都是在行销你自己。其实行销是一种说服跟影响力的行动，你在争取对对方的信任，让别人觉得你值得被选择。有一件事情我非常擅长，那就是网络行销。我已经成功协助超过200家企业完成数位转型，为他们打造网络行销策略。几乎所有我们执行客户的网站流量成长都超过100%。我是Yvonne，今天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一路走来所学到的所有经验都分享给你，还有那些我踩过的雷、付过的学费，让你在网络行销这条路上可以少走一点冤枉路。看完这支影片，如果你愿意照着这支影片里面的策略去执行，不用等太久，你一定可以看到行销成果。说真的，我唯一担心的是你的订单会多到接不完。那网络行销又是什么？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听到的客户故事。有一家在台湾已经经营超过40年，以出口为主卖气球的公司，他们的2代老板跟我分享，一直以来他们都是靠参展取得客户，一年需要跑好几个国际展。过去这一招是非常的有用，但是他焦虑的跟我分享，这2-3年以前展场里的那些小摊位、年轻的团队，现在一个一个都越来越大，品牌也越做越大，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但是呢，他们花了一样的钱，每年一样跑参展，效果却一年比一年差。我就问他，你这几年有在做网络行销吗？他摇头跟我说，没有啊，我们都一直专注在参展 offline。 我跟他说，其实问题就在这里。你看，当初那些在你旁边的小摊位，其实他们很早就开始做网站、拍影片、经营社群、打国外的 SEO 跟广告。所以当买家参展回国后想要买产品的时候，他们会看到你竞争对手的资讯，但完全找不到你。其实不是你的产品不好，也不是你没实力，而是你根本在消费者的数位世界里面消失了。这个就是现在的现实。如果你没有做网络行销，等同于在市场上自动隐形，你的客户找不到你，更别说他要跟你买东西。网络行销其实就是透过网络渠道进行的市场推广，它包含第一个让客户找到你，第二个让客户可以了解你，第三个让客户可以选择你。你可能没想过，网络行销最大的优势就是每个环节都可以被追踪，都可以被分析，而且可以不断的优化。所以行销不只是叫人跟你买东西，而是让他们相信你值得被买。2025年平均每个人在做出购买决定前，都必须跟品牌有11.1次以上的接触点，在2021年却只要8.5次。那这代表了什么？消费者变得越来越谨慎，他们不再凭着第一印象或是看到你的广告一次就下单，而是他们会主动搜寻资讯，他们会比价，他们会阅读评论，他们需要更多的讯息来确定自己不会买错了。第二个，
多渠道的接触变得更重要了。你的内容、广告、网站、社群、客服，甚至的线下体验，每一个触点都可能决定顾客是否要跟你买。这就是前面提到了11个接触点，只要中间有一个断点，你就很容易流失客户。你必须要让潜在客户无论在哪个平台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找到你，得到他想要的解答。网络行销跟传统行销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传统行销真的不能再做了吗？其实超简单，重点就是线上。只要你的行销是用网络手机或是任何数位装备来做，都算是网络行销。所以只要不是线上的，我们都归类在传统行销，像是报纸、杂志、电视广告、广播、户外看板，这些通通都是。事实上，传统行销还是有效的，尤其如果你想要快速的打开市场知名度，让大家对你的品牌有印象，你是不是会想要买电视广告？但为什么现在所有的大品牌 LV、GUCCI 都会开始把预算转向网络行销？主要的理由有几个。第一个，触及的范围更广，可以扩及到全世界。网络无国界嘛，只要有手机或电脑，你就有可能是该品牌的潜在客户，资讯可以瞬间传递给全世界的几亿人。第二个，精准，你不用对所有人做行销，最厉害的地方是你可以锁定年龄、兴趣、地区、消费习惯，直接把你的广告预算花在最有可能买你产品的人身上。这种精准投放在传统的行销是完全做不到的。第三个，省钱又有效。想象一下，大品牌在报纸、电视广告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去年的 Super Bowl 单一的30秒广告费用约2.25亿台币，且没有办法去追踪成效。我不知道到底哪一些人是从这些广告来的。但网络行销几千块钱，我们就可以开始投放广告，开始测试，开始追踪成效，再决定要不要继续加码。把网络行销跟传统行销结合，当然还是有双赢的效果。我举个例子，最近我常去拜访客户，常常有人会跟我说，他有看过我。那当下我觉得，哇，信任感真的很容易跟客户产生，所以当我真正坐下来跟客户谈需求的时候，他会把我当成是专业的顾问，不会把我当作只想要卖东西的业务员。我想说的是，你的内容可以帮你暖场，让初次见面变得很熟悉，而这样的熟悉感就是推进成交的关键差异。不要被那些花俏的行销口号给骗了。你是不是也常常被一堆行销大师、网红专家洗版？每天社群都在讲 AI 工具、自动化销售流程，什么3天爆粉10万的攻略。这几年我看过太多企业砸大钱请顾问、请行销公司导入新的工具，结果呢，大部分都没有成效。要判断一间公司、一个顾问到底有没有实力，不是看他多会说，而是直接观察他的网站有没有自然流量，他的内容有没有办法被搜寻到，他有没有跟他的粉丝互动，他自己有没有把该做的行销基本功做到位。不要相信什么快速行销方法，或是导入某一个工具就能成功。你必须要先专注在最基本但最关键的事情上。真正主宰市场的优秀企业，不是靠爆红的影片，是从现在开始用时间累积信任，用最好的内容来建立你的品牌。网络行销的成功不是靠奇迹，必须做好5大基本功。第一个，你必须要了解你的目标跟市场受众。首先，你要非常清楚，你到底想要把你的产品卖给谁。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任何人都可以。行销大师赛斯说过，如果你对所有人做行销，就代表你没有行销到任何人。意思是，当你试图讨好所有人时，最终反而无法打动任何人，因为每个人的需求、痛点跟偏好都不同。通贩的讯息是很难引起特定受众的强烈共鸣，所以别再想着让每个人都买单，而是找出愿意为你价值买单的那一群人。你必须了解你的理想的客户的人物画像，包含他们的产业、年龄、兴趣跟消费行为。最重要的是，他们正在经历哪些痛苦跟挑战。你也需要知道他们习惯在哪边上网，用哪一些社群平台来接受讯息。只有真正理解这些，当你在推送你的行销内容时，你才可以打中痛点，在对的时间给对的人对的讯息。
这个就叫做精准行销。第二个，你的内容不仅仅是为了曝光，而是为了被信任。所以当你已经清楚你的客户人物画像，接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内容主场。这可能是你的公司官网、你的公司部落格，甚至你的 YouTube 频道。重点不是在于你产出多少内容，而是你的内容说的对不对。必须要让你的目标客户知道，你了解他们的痛点，你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行销的重要心法，大家不是因为了解你的产品跟服务跟你买东西，而是因为他感觉到你真的懂他，他才愿意买单。所以呢，我们在做内容行销时，必须遵循的80-20法则。80%我们应该专注在提供有价值的内容，解答客户的问题，分享知识。20%的内容我们才会拿来介绍或推荐我们的产品跟服务。第三个，多渠道布局，让你的品牌在所有渠道能够被看见。现在的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定前，平均会与品牌有11次以上的互动。这意味着你不能靠单一管道，你的品牌必须要在多个渠道同时露出，你的官网、你的社群媒体。但重点不是渠道越多越好，而是你要选对你的渠道。你要清楚你的理想客户习惯在哪边花时间，怎么样获取资讯。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的客户是年轻族群，短影音平台 TikTok、Instagram 的 Reels 可能是更有效的渠道。但当你如果是做 B2B 的品牌，则可能在 LinkedIn 或是一些专业的论坛上面会有更多的触及。聚焦一个你的理想客户最活跃的渠道，把它做深，把它做透，将你的行销预算与心力放在对的地方，你才能够真的做到你的品牌曝光。第四个，数据驱动，掌握客户旅程。光有曝光还是不够的，真正能够带来持续成长的企业都懂得靠数据来检视成效，制定策略，而且持续的优化。这就是我一直常说的，用数据来驱动你的行销与销售。你需要的是全面掌握你的客户旅程。听起来好像很高深，它的本质就是从一个完全不认识你的陌生人到成为忠实客户的完整的一个过程。你需要吸引你的客户，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想办法让对人看到你。你可以利用搜寻、付费广告，甚至社群的经营等方式，把目标客户带到你的网站或是你的数位主场。第二件事，转换客户。当你吸引的人来以后，他只是看一看就走，基本上就是结束了，他不会再回来了，你就浪费了你的预算。所以你要设计一个留人的机制，譬如说免费的赠品、下载资料、下载行录，让你的访客可以留下他的联络资讯，持续跟他们沟通，培养信任感。等到时机成熟，自然你就会有转单的机会。第三个，保留与养成忠实客户。你知道吗？开发一个新客户的成本大概是维持一个忠诚客户的5倍，所以重点是要让他愿意回来，一直跟你买东西。你就是要持续互动的主动关心你的客户，而不是卖完他你就消失了。如果他真的感受到你真的在乎他，你想帮助他，你的客户会觉得你是值得信任，他会一直愿意跟你买，甚至愿意介绍更多人跟你买。这种客户才是品牌最宝贵的资产。5，社群是未来品牌最强的护城河，就像是LINE 的官方群组，或者是 Facebook 的粉丝团，像台湾有一些巴哈姆特这样的 community。现在的行销比以往的任何时候更混乱、更难做，演算法天天都在变，广告成本却越来越贵，内容产出了一大堆，却越来越难看到成效。而现在 AI 的搜寻工具越来越普及，自然流量正快速的下降。根据最新的研究报告，平均有高达65%的流量被 AI 的摘要或者是 AI Overview 拦截了，其实根本没有点进你的网站。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企业明明花了很多钱，做了很多事，却依然留不住客户，流量来得快，去得更快。但很多人还在用旧观念来看社群这件事。我有发文，我有办直播，我有办活动，我有办 Webinar， 我是不是就在经营社群了？其实不然，社群从来就不只是曝光的代名词。真正的社群是建立在双向互动跟长期参与之上，是让客户愿意留下来，产生情感连结，甚至愿意主动帮你分享推广的。
请记住一句话，用内容吸引人，用社群留住人，而用信任才有办法让你的消费者愿意掏钱跟你买东西。今天我们聊了网络行销，现在企业生存的必备关键。随着2025年消费者的数位行为越来越多元，路径越来越碎片化，品牌唯有在多个渠道经营，建立长期的信任与价值，才有可能真正的赢得市场。其实你只要把这5件事扎实的做好，你就可以避开冤枉路，让你的每一分行销预算都花得有价值、更有效。最后我们来检视一下，第一个，你现在花了很多钱在帮你的公司做行销，你真的有看到成效吗？第二个，你的客户进到你的网站之后，你有没有想办法留下他的名单？你有没有想办法留下他的联络讯息？欢迎加入我们的哈巴宝社群，一起打造有价值、有影响力的网络行销。不要忘了订阅、分享这支影片。如果你有类似网络行销的各种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会亲自的回复你们的问题。